故事从一位追踪名为雨夜屠夫的变态杀手的刑警开始。这个变态专门在雨夜攻击女性，他满怀使命感，不顾一切的追踪，但最终不幸被对方杀害。这位刑警实际上是官宦之家的子弟，他的父亲是首尔警察厅的厅长。为了抓捕狡猾的雨夜屠夫，心痛失子的厅长把已被停职的老吴召回，并给他下达了一项特殊任务。极度憎恨变态杀手的老吴被允许调动几名重刑犯来追捕屠夫，认为对付这种变态需要同样残忍的人，采取任何必要的手段来逮捕他。老吴之前被停职的原因是因为他在执行任务时过于激进，因此厅长还特意指派了一名资深督察美丽来协助，防止老吴和他的队伍做出过激行为。现在是挑选特别行动队成员的时候，老吴首先选中了首尔最大黑帮东方派的顶尖打手熊哲。熊哲因多次暴力犯罪被判了28年监禁，他体格魁梧，战斗力非常强。第二个人选是职业杀手板寸，警方对这个人的过去几乎一无所知。板寸入狱是因为他在完成一次任务后自首，最终因为杀人罪被判处22年监禁。第三个人选更为重磅，他是患有高功能反社会人格障碍的人，年仅20多岁就已经获得2个博士学位，但他也是一名连环杀手，手上沾满了15名无辜者的鲜血。老吴确信有了熊哲的武力、板寸的经验和技巧以及郑文的智力，世界上没有抓不到的罪犯。很快，前2名成员被带到了秘密基地外，他们对任务一无所知，只知道自己不知为何被带出了监狱，然后在基地外遇到了另一个态度恶劣的家伙，气氛立刻变得紧张。幸好美丽及时出现，她邀请他们进入基地。当美丽开始介绍任务时，2人依旧敌对，最终不欢而散，大打出手。力量与技巧的碰撞暂时没有分出胜负，他们还想继续打斗，美丽怎么也劝不住他们。最后老吴出面，仅用完成任务减刑5年一句话，立刻就让2人停止了争斗。在说明了抓捕雨夜屠夫的任务后，熊哲和板寸立刻接受了任务，但在执行任务过程中，他们被要求带上电子脚镣以防逃跑。同时，正在押送的郑文出了意外，他利用上厕所的机会击倒了2名看守，并逃之夭夭。当老吴等人赶到现场时，只看到一地狼藉。此时郑文已经逃走接近2小时，由于这是秘密行动，他们不能公开报警，只能自行解决这个问题。幸好老吴对郑文的去向有所推测，在郑文最后一次作案中，出于某种原因发生了错误，受害者侥幸逃生，并以此证词将他送进了监狱。那个受害者是郑文的前女友，他现在已经搬到釜山，郑文可能会前往那里。果然如此，郑文找到了前女友的家，但他没有对前女友采取任何暴力行为，反而不断地询问他是否真的曾想要杀死他。原来郑文每次杀人后都会对那段经历失去记忆，因此他急于确认自己是否真的是变态杀手。多年前郑文的家中发生了一起重大事件，他的父母在一次入室抢劫中被杀，郑文当时恰好回到家中，并将抢劫犯击毙。自那以后，郑文经常出现失忆，在记忆断片中似乎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。前女友一再确认郑文当时的杀意，郑文感到心里极度崩溃。就在这时，老吴和他的队伍已经赶到现场，郑文意识到形势不妙，突然翻滚破窗而出，抢了一辆车准备逃离。熊哲迅速跳上车顶，但在加速过程中被抛下。板寸则表现得更为冷静，他也迅速抢了一辆车，开始追逐。作为职业杀手，他的驾驶技术明显胜过高智商的郑文。经过几个路口，板寸从侧面撞向郑文的车辆，成功拦截了他。尽管如此，老吴还是决定把秘密任务透露给郑文，让他自己选择是回监狱还是帮助破案。郑文也立即决定帮助破案。这样一来，坏人全员集结完毕，他们准备用罪犯的方式对那些丧尽天良的凶手展开惨无人道的追捕。画面转到多年前，那时板寸在一次行动中受了重伤，在生命垂危时，一位善良又美丽的女士把她送往医院，板寸因此从死亡线上逃生。从回忆中醒来后，板寸看到了刚组成的队伍，他记起自己似乎在监狱里见过郑文，但自己很快就被转移到别的监狱了，可以说是一面之缘。3人大致了解了彼此的背景，接着准备投入到追捕雨夜屠夫的任务中。在行动方面，老吴给了队员很大的自由，他们可以自由活动。3人的调查方法各有不同，郑文和板寸决定去最近一次案发现场进行勘查，熊哲则联系了当地的一些小帮派。一番打斗后，直接闯入小头目的办公室，狠狠地打了一顿，通过武力征服了帮派，然后命令这些小混混帮他找人。板寸通过现场地形和受害者的伤口，推断凶手对这附近非常熟悉，并且身高不超过170厘米。郑文在了解案情后，推测凶手选择雨夜作案，是因为雨天血腥味更易散发，他喜欢那种味道。此外，警方确定的第一起案件手法过于熟练，凶手之前肯定多次练习过，建议寻找几年前与本案有相似之处，
但手法较为粗糙的案件进行并案调查。未调查之前不知道，一查之下大吃一惊，发现之前却有几起发生在雨夜的抢劫案，看上去很不寻常。劫匪明明图财，却对受害者下了狠手，偷走的东西并非最贵重的，行动非常草率。最关键的是，这几起案子最后的护检报告上都发现了抽血针眼，凶手取走血液这一点，跟正文推测凶手喜欢血腥味不谋而合。来到雨夜屠夫时期后，凶手已经改为了用刀放血，因此警察没将其与之前的劫案联系起来。而在一系列劫案中，有2个受害者活了下来，于是老吴带着板寸上门拜访，看看对方是否记得劫匪的样貌。意外的是，其中一名被害人竟然就是救过板寸一命的女人，只是她已经不记得板寸了。女人是个寡妇，丈夫多年前意外身亡，和女儿相依为命。那次劫匪进门时，就是女儿及时跑出去求救，才让劫匪没机会下手，匆匆离去。只可惜她没能看清劫匪的相貌。另一个幸存的受害者也是一样，由于害怕看见劫匪的脸会被灭口，而一直偏着头。不过他听到劫匪说过一句：“我必须超过那个家伙。”美丽推测，屠夫口中的那个家伙，应该是几年前被捕的另一个变态罪犯。此人被称为雨衣杀手，同样喜欢在雨夜袭击女性，一共带走了23条无辜的生命，且从未失手。算上劫案的人命，屠夫已经杀死了22人。要想超过雨衣杀手，他除了人头数要超过外，不能失手大概也会成为重要的一环。为此，先前幸存的受害者就十分危险了。这段时间大雨连连，当老吴等人反应过来时，一名幸存者已经惨遭毒手。板寸满心悲切地打开护带，结果让他松了一口气，遭的并不是救命恩人。但紧接着，另一个令人惊讶的消息传来，说是杀人凶手已经抓住了，此人竟然就是被熊哲收编的小头目。看到电视上的报道，3大恶人都认为这个人不可能是凶手，可是据说警方从死者身上提取到了小头目的 DNA， 真是不信也不行。此时板寸看着窗外的大雨，突然想到了什么，焦急地询问小头目的身高。得知这个人身高接近180后，他急忙冲出了基地，朝着救命恩人家的方向赶去。果然，小头目根本不是凶手，真正的屠夫是个猥琐的大叔。他先是蹲守在板寸恩人家附近，假装热心帮助，遭到拒绝后立刻露出凶恶的面目，把他打晕后掏出刀准备下手。但他突然发现身后站着一个男人，板寸出拳迅猛，一拳把屠夫打倒在地，然后是一阵风暴般的暴打，打得屠夫几乎失去人形，看到再打下去可能会致人死命。这时老吴带队出现了，板寸瞬间意识到小头目被抓只是一个烟幕弹，目的是为了让屠夫因大意而连续作案。但当屠夫的家被搜查时，只找到了22份血液样本，加上幸存者的那份，还是少了一起案件。这说明还有一起案件并非屠夫所为，却也被算在了他的头上。但不管怎样，雨夜屠夫案终于告一段落。没想到案件刚刚结案，这3个坏蛋就又被关回了监狱。难道就这样被过河拆桥了吗？老吴再次请这些恶人出狱时，心情非常复杂。他早年丧妻，独自抚养女儿长大，可以说女儿是他的一切。但一次袭击，让他永远失去了女儿。这件事也让老吴的办案方式变得非常激进，上级不得不将他停职。他是抓住杀害女儿的真凶为人生目标，现在却不得不与罪犯合作，以暴制暴。这是一桩连环绑架凶杀案，犯罪嫌疑人接连绑架了2名人质，其中一名女学生巧妙地藏匿了手机。他抓住机会报了警，此举揭露了罪行，但他的报警还没完成就被迫挂断了电话。警察定位到该地点时，房间里只剩下一堆碎肉，受害者被切割成了300片，行凶手法极其残忍和变态，与之前的案件不相同。这次嫌疑人通过租房记录被确认，是一个叫做薛胜克的无业游民。介绍完案情后，郑文和板寸察觉到了异常，女学生在报警时似乎被发现，但肖胜克还是悠然地将她切成300片后才离开。这逻辑上讲不通，也就是说，死者不应该是那名女学生，她很可能还活着。法医鉴定发现尸体碎片只有肌肉组织，尸体的内部器官不见了，这表明薛胜克并不只是一个变态。想到这，老吴掀开墙壁，在暗格中找到了一个装有骨头的冰柜。原来他切割受害者是为了方便分批处理肉和骨头，以便销毁尸体。他的真正目的是进行人体交易，这之前已经有许多人失踪。果然，报警的女学生只是被匆忙带走，还没受到伤害。这种交易要求新鲜度，所以薛胜克还没对女学生下手，他计划等到有买家时再行动。这期间，特别小组全力搜寻女学生的下落，分析现场的监控录像。郑文发现绑架那天有目击者，这人对绑架事件反应异常冷静，完全没有反应就离开了现场，由此推断他很可能是望风的共犯。熊哲联系了小头目，让他去联系黑产组织，
以贩卖自己身体的名义打入内部，而板寸则找到了当地做黑手机的人。这种黑市交易必须有人帮忙制作假证件和假手机号码。熊哲的计划率先见效，很快就有人来接走小头目，准备进行手术。他和老吴一路跟踪，最后赶在小头目被手术切开前，来到了黑产组织的大本营。熊哲首先冲上去对这些人痛下狠手，然后老吴上场，言辞不多，直接动手。他用液化气罐和打火机威胁要和对方一起死，对方吓得立刻软了，赶紧听话，按照指示给供应商打电话联系肖申克，紧急下了一批货的订单，并要求手术时现金交易。同时他们查到了肖申克平时用的2部手机，让美丽帮忙定位，成功确定了位置。郑文通过目击者的行踪追踪到了此人，确认对方是同伙，逼问出了肖申克手术间的确切位置。4人几乎同时到达现场，但他们低估了薛胜克的变态程度。这个混蛋做手术不用麻醉药，而是先把受害者打晕，然后活体取器官。所以当特警队到达时，女学生已头破血流，生死未卜。熊哲一上来就给了肖胜克2拳，把他那罪恶的双手打断了。老吴看到受害者和自己女儿年纪相仿，一怒之下几乎想当场处决肖胜克。幸好女学生还没死，她醒来的那一刻让老吴冷静了下来。他们按规矩逮捕了嫌犯，他们以前做的都是害人的勾当，而今天实际上救了一个人。3个坏蛋看着被救的女学生，脸上都露出了复杂的表情，既感慨又羞愧。正当熊哲在路边尿尿时，突然被一辆面包车绑架了。绑架他的正是他哥哥，这位黑老大抓走熊哲所为何事？这里暂时按下不表，他绑架熊哲的目的暂且不明。不过没多久就释放了他，老吴等人因此并没有太多怀疑。但此后熊哲看向郑文的眼神变得复杂。另一方面，板寸得到几小时的休假，可以去看望自己的救命恩人。虽然对方已不认识他，但板寸对这位恩人抱有复杂的情感。接连破获重要案件后，厅长对这个特殊小组非常满意。老吴趁热打铁，建议彻底根除这个非法黑市产业链。这个产业链市场庞大，利益复杂，许多高官和黑警都涉及其中。警察打击这些困难重重，让这个特殊小组介入再合适不过了。正巧这几人之前调查时，随手就打败了几个组织成员，包括一些制假的专家在内，都在这次行动的目标之列。有了之前的经验，3位恶人省掉了调查阶段，直接动手了。被熊哲打过的人一辈子也忘不了他的拳头，被板寸打过的人更惨，几分钟内就变成了残废。至于郑文这个小伙子，他的武力值只能算是中等偏上，但他出手狠狠。他抓住了一个机会，趁黑市贩子进冷库取货时把门锁上，等到他们被抓时，他们一个个都冻成了冰棍。短短几天内，这些坏蛋被更狠的人整了2次，最后还被抓起来。他们连黑白2道的手段都尝了一遍，真是大快人心。小角色清理干净后，下一步就是对付老大了。首尔当地最大的黑市贩子是个老巫婆，她通常出没无常，没人知道她的根据地在哪。知情的犯人一个比一个嘴紧，但这次审讯的不是普通警察，美丽好言相劝未能让知情者开口，于是换成板寸来审问。美丽用来做笔录的笔，在她手中直接变成了刑具，把知情者的手钉在桌子上后，下一支笔就要往脸上去了。对方从未见过这种场面，当场就把老巫婆的总部位置说了出来。接下来特殊小组要进入坚不可摧的大楼里抓住头目，因为行动非常困难，上头还派来了特战队员进行技术指导。当晚老吴冒充警察大摇大摆地进门，守卫看到就以为是来收贿的，直接放行。但接下来只有官员才能直接见到老巫婆，3大恶人只能在其他楼层等待老吴的消息。板寸中途要求去洗手间，结果被好几个人跟着，大家都察觉到了不同寻常的气氛。事情发生的太快了，老吴在电梯里第一个摸到枪，对方显然也做好了准备，立刻与他展开了搏斗。一声枪响起，其他人也开始受到攻击。熊哲和板寸的战斗力非常强，郑文始终保持冷静，动手能力也非常出色，很快就清理了现场。攻击他们的手下倒了一片，老吴依然身手不减当年，在搏斗中一枪击中敌人，顺利解决对手。但美丽那边出了问题，老妖婆的手下做好了准备，肯定是有内鬼泄露了信息。这个内鬼就是新加入的特战队员。美丽被对方偷袭，当场晕厥。与此同时，老妖婆发起了第2轮攻势，这次不仅有更多手下，还有职业打手加入。特战队里的黑警竟亲自参战，他们成了老妖婆的亲信打手。幸好枪械管理严格，他们不敢随意开枪，只能使用冷兵器攻击。虎虽凶猛，难压地头蛇。尽管3大恶人很能打，但人多势众，难以抵挡。随着老妖婆的一声命令，无数打手蜂拥而至。郑文首先受伤，在熊哲的掩护下躲进了机房，但他的血迹被特战队发现，
这时熊哲面临艰难的选择，原来之前黑帮老大找到他，让他杀掉郑文，因为有位高官的亲人受到了郑文的伤害，威胁熊哲在2周内完成任务，否则他将丧命。此刻只需不出手，就可以轻松完成任务。但熊哲最终选择出手救援，为了救郑文与特战队展开了搏斗。板寸也听到了动静，感恩来提供支援。在2人的合力下，即便是特战队员也不是对手，全部被击败。这期间老吴查看了建筑结构，他发现一部应急电梯直达老妖婆的房间，但必须有人前往配电室激活应急系统。板寸负责这项任务，独自一人前往配电室，成功帮助老吴3人直接抵达老妖婆所在地。在另一边，美丽被特战队员困住，对方准备杀人灭口，他用捡来的玻璃碎片悄悄切断绳子，寻得机会逃脱并反击，立刻通知厅长内部有叛徒，让他赶紧采取措施。此时老吴他们虽抓住老妖婆作为人质，但这女人能达到如今的地位，显然是个冷酷之人。他直言自己死了无所谓，声称谁为他复仇谁就能成为新老大。周围的手下听后不再关心老大的生死，纷纷冲上前来为未来而战。面对如狼似虎的手下蜂拥而至，即便是超级英雄也无法保证安全撤退。4人在被围攻中都受了伤，随时可能壮烈牺牲。幸运的是厅长及时带队赶到，及时到达现场，立即扭转了局势，拯救了已精疲力尽的众人。随着器官贩卖团伙的覆灭，老妖婆被逮捕入狱，特殊小组再次立下战功。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，等待他们的是更加险恶的风雨。黑社会成员熊哲接到老大的命令他找机会杀死郑文。同时其他部门也注意到了，最近警方破获重案的效率提高了。一个权势显赫的检察官推哥找到厅长，想要了解特殊小组的情况。一方面是因为这些案件需要强有力的检察官介入，另一方面推哥以正义著称。厅长稍作思考，便建议他与老吴见面。特殊小组最近也接到了一个棘手的任务，这次的嫌疑人在大街上随机射杀，使用的是猎枪，情节极其恶劣。不仅如此，这名枪手已经不是第一次作案，这是几天内的第2起枪击案。小组立即启动调查。板寸根据现场遗留的弹壳分析，发现枪手使用的子弹火药量偏低，类似于靶场常用的训练弹。在之前的2起枪击案中，枪手每次开枪均一击必中，显现出其枪法精准。郑文还注意到，在连续射击中，有2次射击的间隔异常长，且这种情况在2起案件中均有出现，这表明其中的某一枪，枪手射击时格外谨慎。知道这些细节后，板寸想到了一位可能有助的人，这人是他当杀手时的师弟，以金盆洗手，正在附近经营一家靶场。虽然这家靶场表面合法，但身为前杀手的师弟赚点非法外快也不是不可能。即便枪并非出自他手，师弟调查起来也定比自己快。郑文则专注于那2枪间隔较长的情况进行调查。他发现2枪的目标都是同一家电器公司的高管，这极可能不是巧合。枪手制造枪击案，可能是为了掩盖其真实目的。就在此时，熊哲负责的区域附近又发生一起枪击，这次枪手射击不准，多次未击中目标，虽有多人中枪，但伤势大多不重。随后枪手将枪口对准一人，大声质问对方为何如此对待我们，并近距离将对方击毙。熊哲本想趁枪手换弹夹时追捕，但路边有伤者求救，他出于同情先去救助，但未能救人，反被之前追责的大哥带走。这起事件最终造成1人死亡，4人受伤，死者再次是电器公司的高层。嫌疑人的身份调查方向更加明确。熊哲被捕后并未求情，只请求在死前打个电话传递关键线索。板寸从师弟那里得知，附近的靶场最近丢失了一把枪，丢失的枪型与案件中使用的相似。这时接到电话，熊哲透露枪手在开枪前曾说为什么那样对我们，明显是在寻仇。话音刚落便挂断。紧接着有人找到板寸，想雇他暗杀郑文。板寸当然拒绝这项业务，并顺手将来人制服，询问是谁想要郑文的命。由于打斗引起的动静，警察赶到将板寸带走。老吴暂时帮不上忙，板寸将所有线索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对方。他和郑文一起出动进行抓捕。实际上将几个线索综合起来后，枪手的身份已经相当明显，是电器公司的2名前员工。他们因被解雇而心怀怨恨，其中一人经常去那家丢失枪支的靶场练习，估计是在那时偷走了枪支。另一名同谋也曾去练习过几次，第3次射击就是由这名同谋完成的。确认这些信息后，这人很快就被逮捕归案。通过他的供述，特工组了解到了枪手的最后一个目标。郑文在对方实施行动前及时找到了他，但对方仍然手持枪械，形势非常危险。郑文知道武力夺枪可能引发伤亡，因此尝试先进行劝说。事情的起因是电器公司的高层私吞公款，他们通过解雇员工来弥补资金的缺口，枪手因此被解雇。
他的妻子因为没钱治病，不久后便去世，这才促使他找到另一名被解雇的同事一起报复。与之前的变态犯罪行为不同，这次的凶手尽管疯狂，但仍有一丝人性。郑文边讲述被枪击波及的受害者的名字，边向枪手说明这些人的家庭如何陷入痛苦。枪手当时是在愤怒的冲动下开枪，现在听到这些血淋淋的事实，联想到自己失去爱人的痛苦，他感到了震撼。他犹豫了，没能继续扣动扳机，最终被郑文成功制服并解决了此案。推哥后来找到了老吴，2年前是推哥亲自将郑文送进监狱，现在推哥担任检察官，老吴并无异议。不止这样，推哥还了解老吴选择这3名重犯的原因，这些人的过去似乎有某种联系。熊哲因为办事不力，按之前的约定即将替郑文受死。黑帮有黑帮的规矩，熊哲虽然曾是头号打手，后来因背锅入狱，但他在狱中仍有大哥庇护，与狱警也有关系，得到帮助。如今熊哲违反了大哥的死命令，付出代价也在情理之中。大哥很快就通知手下，准备将熊哲带到山上处理。特工组此时也注意到了熊哲的行为轨迹异常，他们开车一路跟踪熊哲的信号，尽管追得急也追得慢。大哥带人提前很早就到了无人的山间，他们早就挖好了一个坑，只等熊哲一到就埋。不过他们并没有把熊哲打倒就开始埋，只是随便的撒了些土，以熊哲的体格轻松就能挣脱出来。看来大哥并不想把事情做绝，这也算是给双方留了面子。有趣的是，留下来填坑的小弟正好碰上了追踪过来的特工组，结果被板寸狠揍了一顿。这时熊哲已经从坑里爬了出来，大哥留在现场的手机传来他的声音，告诉他以后随心所欲的去做，只是不要再出现在他面前。熊哲明白了大哥的苦心，感慨万分。这时手机另一头突然传来了大哥被袭击的声音，显然有人趁大哥到偏僻地方办事的机会想除掉他。熊哲听到大哥出事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。老吴得知后决定立即帮忙找人，毕竟如果黑帮东方派无人领导，社会治安会大乱，防止犯罪发生也是他的责任。熊哲猜想，如果是其他帮派的仇杀，大哥可能已经没命了，既然只是被绑架，很可能是内部的小头目心生二意。老吴建议用大哥的名义召集所有小头目，观察他们的反应，策划绑架的人肯定会露出马脚，这个人如果想篡位，肯定需要依靠自己的亲信，看看现场谁没有带自己的手下，嫌疑就大一些。用这种方法，熊哲在会上排除了一半的人，然后他准备以大哥的名义发布一个过分的命令，比如增加小头目们的上缴额。正常情况下，下面的人肯定不满，但策划绑架的人知道命令是假的，反而会表现得比较平静，这样又能排除几个人。熊哲在装作打电话给大哥汇报情况，绑架者的表情肯定会有所变化。最终熊哲锁定了小头目8个，确定目标后，老吴等人便开始使用警方设备监视8个，监控8个的行动。8个很快就联系了自己的手下，让他们到一个仓库进行交接。接下来特工组分头行动，老吴和美丽利用警察身份直接前往8个的老巢，将那里的人员全部扣押。3位恶人直接去仓库救人，没想到这次行动意外的救了8个一命。原来8个的大马仔担心自己将来被灭口，便决定先发制人，先下手为强。如此，3大恶人就稀里糊涂的掉进了为8个设的圈套里。幸好他们战斗力强悍，一场混战后打败了所有对手。熊哲拾起地上的手机，对大马仔说：“快点释放人质，这样或许还能留下他的全尸。”大马仔意识到自己无法趁乱脱身，心生恶念，打算杀死大哥，制造混乱后逃出国外。他认为大家忙于争斗，不会注意到他。然而他们犯了一个致命错误，大哥身上还有一部备用手机，此时他已经在后备箱里给熊哲打电话了。美丽通过定位将大哥的位置限定在一条街上，但要找到绑架用的车还需要更多线索。蜷缩在后备箱的大哥使出全力踢碎了一个车灯，熊哲立刻注意到了只有一个尾灯的轿车，但在追车过程中发生了连环车祸，只能眼睁睁看着轿车逃走。最终郑文立刻决断，下车夺取一辆摩托继续追赶，最后成功打破挡风玻璃，逼停轿车，成功救出大哥。没想到大哥竟然恩将仇报，想要亲手杀死郑文，幸好熊哲及时赶到阻止了他。到底是谁如此急切的要取郑文的命，目前还无人知晓。实际上早在监狱时就有人计划雇佣板寸动手，但郑文很快就被转移了。最近又有人花重金购买他的命，板寸想调查出幕后黑手，却突然得知噩耗，把他从小带大教他杀人技巧的师傅被杀。根据警方通报，现场找到了凶器，上面还有嫌疑人的指纹，应该很快能破案。但板寸认为事情没这么简单，能杀死他师傅的人绝非寻常，且是一刀致命的精确攻击，这种专业人士不会犯留指纹这种低级错误。不久后，板寸的师弟也在家中自杀，他的未婚妻在现场痛哭流涕。因为师弟的指纹和凶器上的一致，警方很快断定他因愧疚而自杀。但板寸知道这不是真相，
师弟即将结婚，对未来充满期待，他无理由杀害师傅，更无理由自杀。何况师弟之所以选择使用枪，这种容易引起警方注意的武器，是因为他不擅长使用刀。明明他用刀技巧太差，杀掉师傅那么快的人不可能是师弟。板寸心里有数，知道谁有这种能力，但这人太危险了，他不想让团队的其他成员卷入其中，决定自己一个人去找那个人。板寸第一个去找的是他们师门的经纪人，一个在棋院里做老板的老头。板寸要找的是他的师兄，老头却说因为自己的规矩太多，早就被师兄抛弃了。现在经纪人换成了一个年轻人，尽管板寸已经警告过他们不要插手，但是小队成员没有坐视不管。他们在师弟家里进行了调查，发现现场有血迹，师弟脖子上的勒痕看起来不像是上吊的，更像是被人从后面勒死的。老吴断定这是一起谋杀。板寸根据老头提供的地址找到了新的经纪人，这人他之前见过，正是之前找他要杀郑文的那个人。因此这个倒霉的家伙很快就被板寸揍了2次。在板寸的逼问下，经纪人很快就把一切都说了。之前确实有人找他想雇人杀郑文，板寸没有接这个活，于是他把活转给了师兄。板寸意识到问题严重，但为时已晚。郑文外出调查时不慎被人刺了一刀，对方一刀下去，郑文就倒地不起。万幸的是郑文运气好，这刀恰好从内脏的间隙擦了过去。郑文侥幸没有命丧当场。不用说，这肯定是师兄的手笔，加上师傅和师弟的仇恨，板寸决定找师兄算总账。师兄也没藏着掖着，直接出面，因为他的计划中也包括杀掉板寸。原来之前的神秘委托人曾经告诉经纪人，如果板寸不接杀郑文的任务，就连他一起杀掉。这个任务交给师兄后，他预料到师傅和师弟会阻止，所以就先下手为强，先解决了2人。他们3兄弟都是师傅抚养的，板寸万万没想到师兄会这么狠心。文无第一，武无第二，他们迟早会有一场决斗，但板寸没想到连师傅和师弟都会卷入其中。事已至此，也无话可说，2位杀手毫不犹豫地动手了，每一招都狠狠地攻向对方的要害。裸手肉搏了一会儿，师兄果断地拿出了爪刀，板寸手无寸铁，他随手拿起路边的木箱砸向对方，然后用木板的碎片作为武器挡开了进攻，反转师兄的刀尖，一刀将他送赴黄泉。在杀死了最后一位旧友后，板寸终于忍不住怒吼起来。之后他来到了救命恩人的门前，见到恩人时，他仍旧无法平静地讲述那段往事，最终还是空着手回去了。不久后，郑文苏醒过来，想到这么多人想要他的命，他猜想可能是受害者家属想复仇。为此，郑文决定去确认一件事，他曾在入狱之前请私家侦探跟踪自己，那时他被怀疑是连环杀手，但因为缺乏证据而未被逮捕。为了证实自己是否真的犯案，郑文花钱让人调查自己。侦探的结论是，郑文就是连环案件的凶手。他曾跟踪郑文到几个受害者家附近，随着郑文进门后再离开，受害者便命丧当场。然而郑文始终不敢相信自己会做出这些事，他追问侦探是否有拍到自己动手的照片。虽然侦探没有跟进屋内，但在最后一起案件中，郑文曾笑着说，全都是我杀的，而且每次作案时郑文都乘坐同一辆车。这个细节又让郑文抱有一线希望，但他并不知道，他犯下的最后一起案件，受害者竟是老吴的女儿。老吴听到侦探的话后，极有可能判断郑文就是凶手，他一路跟踪，甚至准备开枪报仇。在危急关头，美丽带人找到了四处逃窜的郑文，郑文自己都不知道越过了自由活动的界限。一起来的还有检察官推哥也在场，在他看来，这些罪犯无论做多少好事，都无法改变他们的本质，所以在负责这个特殊小组之后，他对团队成员格外严格。美丽察觉到推哥对郑文格外关注，于是询问了2人之间的关系，这才知道推哥曾是郑文第一次涉案的检察官。那时郑文还是个学生，除了极高的智商，在其他方面看似和常人无异。一天他回家，发现父母被入室强盗杀害，郑文并未惊慌，而是慢慢关上门，然后用家里的石头盆景反杀了2名强盗。最后推哥认定是正当防卫，决定不起诉郑文。在此过程中，他发现了郑文的秘密。心理自测表显示，郑文具有明显的反社会人格障碍，他无法像常人那样产生情感。即便如此，推哥还是根据法理释放了郑文，这最终导致了后来的连环凶案悲剧。所以当他得知这个特殊小组的存在，立刻申请加入。这时郑文已经回到了医院，老吴已在那里等他。之前没有机会动手，现在老吴迫不及待想开枪，但郑文感觉到老吴想要的不仅是复仇，他真正想要的是真相。既然如此，他们应该合作彻查真相，如果自己真是凶手，复仇也不迟。老吴听后紧咬牙关放下了枪。郑文随即将那张侦探拍到的车子照片交给了他，这辆每次案发都出现的车子肯定有问题，接连不断的波折
特殊小组抓到的雨夜屠夫，最近在狱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美丽在检查尸体时，发现和师弟的死状完全相同，明显是被勒死后伪造成自杀的。作为检察官的推哥自然也知道了这件事。屠夫曾杀害过一个厅长的儿子，厅长要他在狱中偿命，实在是轻而易举。办案人员的态度也证实了这一点。美丽虽然隐约猜到了事情的真相，但一时间难以接受。推哥趁机拉拢美丽，试图让她归于自己麾下，并明确表示他的真实目的是解散这个违规存在的特殊小组。次日，老吴前往警局，请人帮忙查询照片上的车辆信息。车主是一个非法营运的司机，只要付钱，他几乎什么乘客都接。老吴得知这些信息后，随即解开了郑文的束缚，带着他一起去找这个司机。找到黑车司机并不困难，一个电话就可以叫他出来。司机一看到是郑文，顿时惊慌失措，转身就想逃跑。两人迅速出手，成功将其制服。司机遭到了一顿毒打，很快就坦白了真相。当年有人支付了3倍车费，让他把郑文带到指定地点，而这些地点的起点都是一家精神病院。因为这些地点后来都发生了凶案，所以司机见到郑文就害怕。两人随后前往司机提到的精神病院。郑文对这里有些印象，他曾在这里接受过治疗，而且当时的院长是他的主治医生，只是现在的院长已经换人。老吴立刻展示了自己的警察身份，查到了前任院长的住址。在两人忙于调查的同时，美丽在权衡利弊后，决定帮助推哥。推哥处理特殊小组的方法出人意料，他竟然让美丽去查是谁让熊哲和板寸杀死了郑文。熊哲也很想知道是谁指使的，但大哥只告诉他对方是受害者家属，并且有一定的社会地位。板寸虽然不知道委托人是谁，但他的经纪人肯定知道。同时，推哥也在采取行动，他指挥人手封锁了老吴接手过的所有案件，一张针对特殊小组的大网正在悄然展开。此刻老吴和郑文对此毫无所知。两人根据地址找到了院长，院长一看到郑文就惊慌失措，赶紧逃跑，最终还是没能逃脱，被两人当场抓获。这时郑文突然将老吴击倒，他不信任这个被仇恨蒙蔽的人，决定独自深入调查真相，不愿意在未知的危险中盲目行动。院长随手掏出麻醉针，趁机将郑文麻醉，然后反手将其绑架。老吴失去了同伴，又受到重创，身心俱疲地回到基地，却发现自己的家已被洗劫一空。背叛的美丽已经摸清了老吴与3大恶人之间的恩怨，正准备追究他的责任。2年前，老吴是首尔地区破案率最高的刑警，那时他还未失去女儿，性格火爆，对恶无容忍，但与后来满是阴郁的他相比，简直判若两人。这场悲剧的触发点，正是他接手了郑文的连环凶案。老吴的女儿小吴在学校是个特长生，她在音乐方面具有惊人天赋，老师建议她出国深造，认为这是激发她才能的最好方式。而出国留学也是小吴的梦想，但以老吴的收入，日常开销尚可应付，要资助女儿出国学音乐则力不从心。由于经济困难，小吴只能暂时放弃留学梦想。正当老吴为此苦恼时，当年刚统一首尔黑道的东方派大哥正好来跟他打招呼，提出要献上一大笔钱作为见面礼。但老吴对待犯罪分子一向零容忍，即便急需用钱，也绝不接受这些黑钱。那天晚上，老吴收到了法医的报告，报告显示连环凶案受害者体内检出了白煤油、己烷成分，凶手使用此物质擦除指纹较为少见，只需调查最近购买过白煤油的人，或许能找到线索。就在这时，一通突如其来的电话令老吴心情跌至谷底。原来小吴在业余时间偷偷在夜店打工攒学费，不幸被醉酒客人骚扰，双方发生肢体冲突，小吴被对方打伤送医。老吴悲痛欲绝，泪流满面。他知道女儿是为了实现梦想才偷偷打工，自责自己无能为力，无法承担留学费用，是自己的无能导致女儿遭此不幸。随后老吴冲进警局，把那些骚扰欺负他女儿的混蛋痛打一顿，然后联系了东方派大哥，接受了那笔庞大的黑钱，同时表明愿意提供保护伞，但他们必须找人替东方派吞并地盘的罪行背黑锅。这个替罪羊自然是头号打手熊哲，熊哲也只能苦涩地接受这个现实。在此之前，他为家人留下了一笔大钱，然后被送进了监狱。几天后，连环杀人案也取得了突破，老吴锁定了一个经常购买白煤油的可疑人物，这个人正是曾被诊断为反社会人格的郑文。面对老吴的审问，郑文平静地解释说，白煤油是给女友用来画画的，他画画时经常用它来保养画笔。但老吴抓人不仅仅是因为这个线索，他通过监控发现郑文多次出现在案发现场附近，结合这2点，郑文的嫌疑自然加重。但不管用什么方式询问，郑文始终坚称自己不记得去过现场。由于证据不足，连白煤油用来保养画笔的解释也得到了郑文女友的证实，再加上郑文通过了测谎测试，警方只得无奈释放他。在郑文离开警局的那天，小吴恰好来警局看望老吴，
碰巧与郑文相遇。老吴对此并未过多关注，他约了曾处理过正当防卫案的检察官推哥。当晚他们一边吃饭一边讨论案情，没想到第二天老吴下班回家，发现女儿已经变成了冰冷的尸体，正是女儿准备出国留学的前夕。就在他即将实现梦想的时候，残酷的现实摧毁了所有美好。被愤怒和悲痛冲昏头脑的老吴找到郑文，试图开枪为女儿复仇，结果被暗中监视的警员发现并制止。他因为严重违规被停职，但复仇心切的老吴仍不肯放弃，甚至想用非法手段栽赃郑文。他找到了郑文的女友，利用警察身份和金钱进行威逼利诱，最终使这个女人报警，声称郑文企图杀害她，并且夸耀自己曾杀过许多人。郑文因此被定罪，成为了阶下囚。之后老吴又联系了一位杀手经纪人，让他在监狱里设法除掉郑文。自首入狱的板寸自然是合适人选，也就是说雇佣板寸在监狱里动手的人正是老吴。美丽终于掌握了所有信息，推理出了整个事件的真相。为什么郑文一出场宁愿逃亡也要找前女友讨个明白？为什么老吴要选择这3个人作为队员？熊哲和板寸为什么会接到杀死郑文的命令？现在这一切都有了解释，但老吴表示他选择其他2人是因为他们的专业性，而让郑文加入小组则是为了查清楚这个人是否真的是凶手。女儿去世之后，复仇的情绪已经压倒了理智，但他事后回想也认为郑文可能并非真正的凶手。尽管如此，郑文之前电晕他的行为已经触犯了他的底线，现在老吴只想尽快找到这个人，当场让他伏法。为此他甚至不惜攻击警员，公然抵抗逮捕。另一方面，熊哲突然收到了一个任务，需要他处理一宗棘手的谋杀案，死者不是别人，正是他的哥哥。由于老吴逃亡，推哥临时负责这个特殊小组，他在现场的监控里看到了郑文的身影，因此特意让熟悉死者和嫌疑人的熊哲来处理此案。大哥对熊哲恩情深重，还曾因熊哲犯规而宽恕他一次。现在大哥死了，熊哲必须承担起复仇的责任，仅靠熊哲可能不够，推哥还让板寸一同加入以帮助处理。而板寸也有急事需要查清楚，那个2次雇他杀郑文，还要他杀自己的师兄，让整个师门都卷入其中的委托人，到底是不是老吴？美丽还未开口，推哥就抢先一步肯定了。他认为这3人都是老吴警察生涯的污点，想要清除他们是再正常不过的事，各种证词也都能吻合。如此一来，曾经合作无间的特殊小队彻底瓦解。熊哲想要找郑文复仇，板寸要和老吴清算旧账，郑文和老吴之间的恩怨更是深重。谁也没想到，特殊小组的最后一战最终竟是互相厮杀。板寸随后找到了经纪人帮忙，做经纪人的收集情报的能力必须非常强，利用他的情报网和设备，可以迅速找到老吴的位置。熊哲回到了没有领袖的东方派，遵守江湖规矩，抓到杀害老大的凶手将成为接管帮派的关键。首尔的帮派成员都跃跃欲试，他们是要捉到郑文。那郑文现在在哪里呢？他从昏迷中醒来，双手沾满鲜血，但那血不是他的。院长看到郑文醒了，又一次电晕了他。等到郑文再次醒来，院长已经召集了一群人，准备让他从人间消失。因为郑文被绑架了，老吴到处找人也无果，他擅长反侦查，还有警方内部的人报信，所以警察也找不到他。但板寸不是普通警察，经纪人弄到了一套监听器，能监听手机通话。他通过监听和老吴关系密切的警探，得知了老吴的当前手机号。与此同时，街上的帮派成员正在四处发传单，有个小弟正好看到郑文被带上车，随即指派人追踪。负责处理郑文的人很狡猾，一脚油门就逃了。郑文趁对方不注意，抢过电击器，制服了车上的几个人，成功逃脱。但四周还有许多黑帮成员，他只好躲进一家酒店避风头。小弟看到郑文上楼，也跟了上去。郑文在门后悄悄用水和电线设了一个电陷阱，几个小弟踩到水，一个个被电倒。熊哲接到消息赶来时，郑文已经不见了。当晚老吴再次找到了郑文的前女友，他相信郑文会回来再见这个女人一次，想弄清楚当年的证词是否真实。同时板寸通过手机定位逐渐靠近，熊哲在附近进行了彻底的搜索。老吴的判断是对的，郑文真的又来到了女友家。老吴亲自抓到了他，但想要杀郑文的人很多，他们还得排队等候，而熊哲喜欢插队。他突然出现，一拳打翻老吴，抓起郑文就走。老吴正想追赶，却被板寸抓住，又挨了一记铁拳。熊哲抓住郑文之后，对他进行了一顿痛打。他知道大哥首先要郑文的命，郑文只能被动抵抗，但道义上他必须为自己报仇。尽管郑文对杀害大哥一事完全没有记忆，熊哲不禁犹豫是否继续动手。板寸同样处于两难之间。从老吴的表现看，他似乎并不知道之前雇佣熊哲和自己杀死郑文的事情，
但2年前委托经纪人杀死郑文的确是他，在生死关头，他们过去并肩作战的经历，最终让他们保持了理智。熊哲和板寸不约而同选择相信老战友，特殊小组将再次联手，再破一个始终悬而未决的大案。但他们不知道的是，成立秘密特批小组的厅长已经遭遇刺杀，这意味着4人现在都成了罪犯。本集开场不再留悬念，时间回到厅长被害之前，终极老戴直接登场，正是那个狡猾的检察官推哥。推哥告诉厅长，他们有相似的不幸经历。推哥曾有一个青梅竹马的未婚妻，他不幸在婚前成了杀人犯的牺牲品。推哥亲自将他送上法庭，最后他被判无期徒刑。因为韩国实际上已经废除了死刑，无期徒刑是最重的刑罚。但当推哥在监狱中见到犯人时，他当场忍不住了，发现犯人并没有任何痛苦的表现，反而微笑着跟他打了招呼，没有任何悔意的表现。推哥突然意识到失去挚爱的痛苦有多大。对于某些人来说，坐牢并不是惩罚，他决心让这些渣子感受到自己的痛苦。后来推哥发现，即使是那些杀害他挚爱的人渣，也有他们深爱的家人。于是他下定决心，直接杀死了那个犯人的妻子。当推哥再次见到那人时，对方那副绝望的表情让他深信，只有杀死这些人渣最爱的人才是真正的惩罚。推哥把这些话告诉了厅长，根本没有打算让他活下来。话音刚落，就一刀刺进了厅长的腹部。厅长拼尽最后一口气给老吴打了电话，但还没来得及说出推哥的名字就断气了。当特殊小组根据来电号码找到厅长时，他已是一具冰冷的尸体。此时伺机而动的推哥带人突然出现，反咬一口说是4人杀死了厅长。老吴看到推哥手上因刺人而留下的伤痕，立刻明白了真相。推哥也不辩解，知道抓他们进监狱还有风险，他打算直接杀死4人，销毁证据，任意栽赃，立即派手下动手，现场瞬间乱成一团。混乱中，老吴开枪杀出一条血路，赶回汽车，带走了正在搏斗的其他人。推哥急忙联系美丽，让他定位电子脚镣，继续追踪。结果只追到信号，人却不见了。美丽是由厅长提拔起来的，虽然之前因理念不合分道扬镳，但对厅长的死感到非常悲痛。他发誓要找出凶手。此时推哥已经开始混淆是非，宣称是老吴等人杀害了厅长。虽然这3个人本是狱犯，警方对这个论断并未多加质疑。只有美丽知道老吴和厅长是好兄弟，特殊小组绝不会做出这种事。他四处搜集证据，发现推哥已经以检察官的身份提前拿走了所有的录像和监控。另外，根据脚的定位，厅长死时特殊小组并不在现场，推哥却无视这些信息，直接下达了实弹搜捕的命令。美丽也猜到了真正的凶手是推哥。另一边，小队的成员认为要想破案，必须先找到精神病院的院长，只要能查清楚连环凶案的真相，其他谜团自然也会迎刃而解。4人立刻前往院长的住处，而推哥和院长显然也不是容易对付的，他们已经开始转移据点。碰巧双方的车辆在路上擦肩而过，郑文立刻发现了对方，让熊哲掉头跟踪。推哥地位显赫，动用了正反两面的力量保护院长，在推哥的地盘上动手显然非常困难，于是他们联系了美丽，计划设下圈套，让院长自己送上门来。准备全部就绪后，院长所在的大楼突然停电，美丽紧急通知院长，守卫中有老吴安排的内应，正在向院长所在地赶来，让院长立即逃往地下室。警方将派车前来接应，确保安全。院长听后马上照做，到了地下室，守卫也追到了那里，但美丽已提醒有内部人员可能有恶意。院长稍作思考后，决定相信比起那些凶神恶煞的守卫，美丽更可靠，于是改向车辆跑去。当他看清车上是谁时，已经太晚了，被郑文一把拉上车，车辆迅速离开现场。紧接着面对熊哲和板寸的联手审问，院长没承受几下就全部招了。原来他和推哥一样，院长本身也是受害者的家属，他也认为对那些给自己带来巨大伤害的罪犯的刑罚太轻。后来在推哥的怂恿下，加入了对犯罪者执行私刑的行动。院长在医学界有所成就。有一天，推哥带来了郑文的病历，两人立即达成一致，决定结合使用药物和催眠的方式，控制郑文代为执行任务，杀害一些重刑罪犯的亲属。正是因为这样，郑文在每次案件后都会失去记忆，这是药物副作用之一。尽管如此，当来到案发现场后，郑文的潜意识仍然会抗拒杀人，最终都是推哥亲手完成杀害，完成了最后一步。说到底，郑文只是因为他的反社会人格，被当成替身的可怜人。听到这些，人生被莫名其妙毁了的郑文心态崩溃了。老吴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，一方面是冤枉了郑文，另一方面是不明白为什么会选择他的女儿。院长向老吴解释，在他开始处理郑文的案子后，推哥担心他会发现真相，于是直接对小吴下手，这会让老吴一定会失去理智，对郑文急于先下手为强，真相也因此被彻底掩盖。
最后的情况正如推哥预料，失去理智的老吴确实差点杀了郑文，幸亏郑文命大，几次从死亡边缘逃生，最终活到真相大白的那天。得知郑文始终是受害者，老吴深感羞愧，他把枪交给郑文，让郑文处置他。郑文没有开枪，作为拥有高功能反社会人格的他，对怨恨的感受并不明显，但他内心清楚什么对什么错。郑文说他不会原谅老吴所做的事，但真正的敌人只有那个混蛋推哥。另外，东方派大哥的死和板寸师门的悲剧，也都是推哥一手造成的。四人的行动目标一致，一起布下天罗地网针对推哥。他们猜到院长被绑架后，推哥一定非常焦急，他一直在监视美丽，于是就据此设下计策，秘密联系美丽见面，实际上是为了引推哥上钩。急躁失判断的推哥果然中计，最终决战即将开始。在那之前，板寸还有件事要做，他找到了自己的救命恩人，透露了一个残酷的真相。原来恩人的丈夫之死不是意外，而是板寸一手策划的。他因为对恩人有特殊的感情，想要独占他才做出这种事。但看到恩人悲痛欲绝的样子后，板寸第一次感受到杀人后果的严重性，他无法承受内心的煎熬，于是主动向警方自首，接受法律的惩罚。板寸并不期待恩人的原谅，他认为恩人有权知道这一切，于是他们四人放下一切牵挂，全心投入复仇行动，决心让那个恶棍推哥付出代价。在院长被抓揭露真相之后，推哥不敢使用政府资源来追捕他们，只能寻求黑帮和腐败警察的帮助来灭口。这正给了他们一个机会，通过老吴和美丽的对话，向推哥提供错误情报，让他误认为他们四人都在港口的船上，然后由熊哲和板寸出面，他们以少对多牵制住敌人主力。这时老吴假装指挥郑文，将院长交给了美丽，确保远处的推哥能看到这一幕。形势紧迫，推哥肯定不会再犹豫，当他亲自介入时，就是他们反击的最佳时机。这个计划对熊哲和板寸来说风险极高，熊哲正面遭遇了敌人的主力，虽然勇猛但寡不敌众，板寸则面对了推哥手下的顶尖打手，两人战得旗鼓相当。最终板寸技高一筹，击败了对手，及时支援被围的熊哲。熊哲和板寸的配合，一起清理了多倍于他们的敌人。首战告捷，推哥跟随着院长的线索来到交接点，举枪制服了郑文，但院长实际是老吴伪装的，他从后方偷袭，轻松制服了推哥，接着对推哥进行了一顿痛打。但在最后关头，老吴还是停了手。经过这一系列事件，如果他现在对推哥实施私刑，那他就没有任何成长，将和推哥一样变成野兽。加上院长和那些马仔，这些人证物证足以定推哥的罪。美丽随后将所有人逮捕，这也是他的一项大功。他还不忘回报恩情，给了特殊小组逃走的机会，但四人都没有选择离开，而是静静地面对了命运。最终他们被警方逮捕，随后郑文被证实无罪并释放，而老吴因陷害郑文被判入狱。尽管厅长已经去世，但职位上升的美丽得到了更大的权力，他重新启动了特殊小组项目。不久，这些坏蛋又将重返江湖，这次老吴将顶替郑文，用另一种身份继续惩治那些真正的人渣。